在全球现代军用战机发展史上，印度光辉战机是最具争议的机型之一。它没有顶级航空大国的技术沉淀，没有成熟完备的工业体系支撑，却是耗时整整40年研发打磨，最终诞生的一款轻型4代机。在印度官方口中，它是国防自主化里程碑，国产航空工业的巅峰之作，是印度摆脱军备进口依赖的核心希望。但在全球军迷与专业军事专家眼中，它却是万年半成品、万国拼装战机，是全球军工拖延症的典型代表。网络上对光辉战机的评价向来两极分化，要么全盘嘲讽，一味的抹黑，要么片面吹捧，夸大进步。但客观的军事评测从来不是非黑即白。本期视频抛开刻板印象与网络偏见，深度拆解这款争议战机，理清它40年难产、性能鸡肋却始终被印度军方倚重的核心原因，看透印度航空工业的真实实力与根本短板。上世纪70、80年代，全球空战体系迎来全面迭代，2代机逐步退役，3代机成为各国空军主力战机。彼时的印度空军装备体系极为混乱，主力战机全部依赖进口，苏联米格系列、英法法系战机混杂服役，机型繁杂，标准不一，核心空战装备完全受制于人。一旦遭遇国内外的局势动荡，立刻就会导致军售断供，印度空军将陷入无战机、无零件的被动局面，国防安全将毫无自主可言。在此背景之下，印度于1983年正式启动 LCA 轻型战斗机项目，也就是光辉战机项目。印度的核心目标十分明确，彻底摆脱战机进口依赖，自主研发一款轻量化、高机动、现代化的轻型战机，全面替换老旧的米格21机队，搭建自主化战机研发量产体系，实现航空工业的跨越式突破。为了保障项目推进，印度专门成立航空发展局 ADA， 统筹整体研发，由本土龙头航空企业 HAL 印度斯坦航空负责整机研制、组装与量产，举全国军工资源攻坚。按照最初的军方规划，该项目将在10年内完成研发、试飞、定型、量产，快速列装数百架新机。更新空军主力阵容，甚至计划推向国际市场，抢占全球轻型战机的外贸份额。但理想与现实差距悬殊，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国产军工项目就此开启了长达40年的难产之路。印度薄弱的精密制造工业、匮乏的航空核心技术、臃肿混乱的研发体系，让项目进度持续延期。1998年印度核实验之后，遭遇西方国家全面技术制裁、设备禁运与技术封锁，本就进展缓慢的研发工作彻底陷入了停滞，大量核心技术攻关中断，关键设备无法引进，项目濒临搁浅。原定10年完工的项目硬生生拖延了18年，直到2001年，光辉战机才完成首次试飞。此时全球战机格局早已天翻地覆，中美俄3代机技术完全成熟，4代机普及落地，5代机研发工作全面启动，光辉战机尚未定型，就已经彻底落后于时代。首飞只是漫长研发之路的开始，后续的极限试飞、航电调试、武器适配、故障排查又耗时10余年。2015年，光辉战机勉强实现小批量交付，但交付机型故障频发，性能不达标，完全无法形成有效战斗力。直至2019年，这款耗时30余年打磨的战机才正式进入了规模化的量产阶段。截至2025年，该项目历时42年，耗资超过35亿美元，依旧存在诸多缺陷，只能依靠持续迭代修补完善，成为全球军工史上研发周期最长、投入效率最低的机型之一。光辉战机存在诸多争议，难以担当主力，核心原因是其存在4大结构性、根本性的硬伤，无法通过后期升级彻底根治，直接锁死了实战上限。第一大硬伤，万国拼装属性实锤，国产化严重注水，核心命脉全面受制于人。
印度官方宣传的60%至65%的国产化率，仅统计零部件数量占比，不涉及核心技术，含金量极低。战机最关键的动力、航电、飞控系统全部依赖进口，动力核心采用美国 F404涡扇发动机，采购、维修、升级完全被美方掌控。机载相控阵雷达源自以色列，飞控系统由法国设计调试，底层核心算法印度无法掌握。机载武器、电子战设备、导航系统分属多国技术。所谓的国产部分仅为机身外壳、普通支架、线缆等低技术零部件。一旦国际供应链中断，海外厂商停止技术支持，光辉战机将直接停产停飞。同时，多国技术拼装带来了无法解决的兼容性问题，设备标准、运行逻辑不统一，导致战机故障频发，稳定性极差，日常出勤率长期低于50%，远低于主流战机80%以上的出勤率，实战的可靠性严重不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印度曾全力自研卡夫里国产发动机，试图摆脱美国动力依赖，历经数十年，投入数十亿资金，最终因推力不足、稳定性差、寿命不达标，彻底宣告失败。国产动力自主之路彻底中断，只能持续依赖美制发动机。第二大硬伤，纸面数据严重虚标，实战性能大幅缩水。印度官方宣称，光辉战机可承受9G 极限过载，满足高强度空战机动需求，但实测安全过载仅为5.5G， 机身超重、结构强度不足的先天缺陷，让战机无法完成极限的格斗动作，强行操作极易出现机身失控、解体的风险。载弹量同样存在严重注水。官方标称最大载弹量5.3吨，实战常态仅4吨左右。满载燃油状态下，载弹量进一步缩水。更荒诞的是，早期基础型光辉战机为解决机身超重问题，直接拆除航炮，造出了一架无航炮的4代机。航炮是近距离格斗、导弹耗尽之后的核心反击手段，缺乏该配置让早期机型存在致命战力缺陷。虽然后续 Mk1A 补齐了航炮，但机身超重、载荷不足的核心问题始终无法根治。第三大硬伤，航程速度短板致命。实战应用场景极度狭窄，现代空战注重高速响应、远程拦截与纵深打击，而光辉战机最大飞行速度仅 1.6 马赫，极限高空速度 1.8 马赫，在4代机中处于垫底水平，高速拦截、突防能力严重不足。其最致命的缺陷是作战半径不足，空载状态下作战半径仅350公里，加挂副油箱极限半径仅500公里，远低于歼十 C、F-16等主流轻型战机上千公里的作战半径。超短的航程让光辉战机彻底沦为机场保卫者，无法执行远程巡逻、远距离拦截、纵深对地对海打击任务，仅能承担本土近距警戒、边境低空巡逻等基础任务，战略价值极其有限。第4大硬伤，研发量产效率低下，性价比与实用性失衡。40年的超长研发周期让光辉战机彻底错失市场与技术窗口期，定型极落后，只能依靠小修小补追赶时代技术。同时 HAL 公司量产能力拉胯，品控不稳定，战机交付速度极其缓慢，无法匹配印度空军的换装节奏，导致老旧战机快速退役，新机交付之后，空军战力出现明显断层，且经过多年迭代升级，战机综合成本持续上涨，原本的低成本优势大幅弱化，外贸市场无人问津，至今尚没有成熟的海外订单。光辉战机40年难产，问题频发，并非单一技术缺陷导致，而是印度整体工业体系、科研体制、军工战略的全面问题。放在全球主流空军体系中，光辉战机战力处于中下游水平，对比中美俄4代机、5代机全面落后。相较于枭龙、F-16、鹰狮等同级轻型战机，在航程、机动自主化、综合战力上均无优势，无法承担大国空军主力作战任务。但对于国防需求较低的中小国家，它航电现代化、多任务齐全、造价亲民、维护门槛低，足以满足基础的国土防御、低空巡逻、近距离作战需求，具备一定的实用价值。
归根结底，耗时40年研发的光辉战机是印度军工最真实的缩影。当下，印度工业仅掌握整机组装、浅层的自研能力，看似实现了国防自主从0到1的突破，却极度缺乏航空发动机、高端材料、核心芯片等底层技术，核心设备全依赖进口，叠加体制臃肿、效率低下、品控薄弱等问题，整体发展上限被彻底锁死。但与此同时，这款战机也彰显了印度的大国野心，不甘军备受制于人，渴望打造完整的国产军工体系，坐稳南亚军事优势，跻身世界航空强国的行列，开拓全球军机外贸市场。奈何印度空有高远的愿景，却无匹配的工业底蕴与技术积累，只能依靠万国拼凑，造出一款够用却不先进的过渡机型。野心与实力的巨大落差，造就了光辉战机的尴尬处境。军工发展从无捷径，若印度想要突破瓶颈，兑现野心，必须摒弃急功近利的发展思维，夯实工业基础，革新军工体制，深耕核心自研技术。唯有筑牢底层根基，才能让大国愿景落地成真。你是如何看待印度光辉战机的呢？评论区里聊一聊，请订阅我，下期节目更精彩。